上海有10亿份的警方的资料被泄露了。现在这些信息呢，在外网被人开价10个比特币来销售。这10个比特币按照现在的汇率呢，大概就是20万美元。要说价钱真是不贵啊。然后这个卖家为了让人知道，为了让人相信他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呢，他先发布了75万份这中间的样本信息。很多人就通过这75万份信息一窥这10万份信息中间的原貌。这些信息主要是一些警方的报警信息，比如说在这信息里头有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自杀的，比如说因为欠高利贷自杀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强奸之后被自杀的，还有针对一些幼儿园的犯罪，还有因为2口子吵架捉奸的等等吧，就这些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背后还有一些公民的个人隐私，比如说你的姓名、住址、电话、联系方式这些信息都一无巨细的在这个表里头，在这个信息库里有除了这些警方的报警信息以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外卖信息，这些信息就显得有点蹊跷所以很多人猜测呢，是因为现在警方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把一些互联网平台的信息自动归集到了警方的数据库。由此导致呢，这些警方信息被泄露的时候呢，这些互联网其他信息平台的信息也一并被泄露出去了。应该说这些信息被泄露出去之后性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些报警信息都涉及到公民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因为你跟警察你不可能说假话，所以跟你讲的你住哪儿、电话、联系方式都肯定是真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很多都涉及到个人隐私你想想，那里头有很多人在讲自杀，那么自杀有成功的，有没成功的。那没成功的人，那么这个经历他是绝对不希望被别人知道的。那么即便是自杀的一些成功的，就自杀有身亡的，他的家属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亲人可能是因为自杀去世的，因为这个自杀本身就是对亲人的打击了。如果要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信息的话，对他们来说无异于2次伤害还有很多这个信息库里还涉及到一些未成年，比如涉及到幼儿园里头，甚至还涉及到幼儿园里面的性犯罪。那么这个对当事人来讲，那真是更大的。如果要是被泄露出去之后的话，那是更大的一种伤害所以这些信息本身一旦要是传播到社会上来讲，后果应该说是不堪设想。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给一些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现在这个信息就是10亿信息泄露，在国内呢没有形成热搜，很多人也不知道。但是知道这个信息的人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提醒自己的亲人了，说最近呢很可能会诈骗电话会多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诈骗电话会多起来呢？是因为很多诈骗团伙就是利用普通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进行给你打电话进行诈骗。比如说他知道你这个电话号码之后，他给你打电话，他就直呼其名。然后如果你要是知道你是报过警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更好了。他就会说，你哪天你在那个给我派出所报过警，现在我们处理了你哪天你到哪接受一下调查，接受一下询问。如果你有事儿，他就说，那你不能来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网上怎么操作。这7搞8搞就把很多人的钱呢就给搞走了。尤其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呢，这种犯罪方式在国内在很多地方诈骗的成功率非常高。所以这个信息的泄露，你看了吗？它不仅仅涉及到普通公民的隐私，更重要的是有可能给诈骗团伙提供方便之门。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人呢，如果是境内的，不管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和途径尽量提醒一下自己国内的亲朋好友。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如果有公检法部门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留个神，千万不要上了诈骗团伙的这个当。这是咱说完了这个信息泄露那么关于这10亿份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现在还不清楚，因为警方也没有公布那么网上有人猜测呢，是阿里云的一个工程师他一不小心把他后门打开了，结果给了这个黑客可乘之机。那至于这件事情的真假，我们也不清楚，只能等今后警方在破获这个案子的过程中，调查这个案子过程中，看有没有可能公布这个事实。
还有一点，我刚才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些所谓的信息，虽然说是在上海泄露的，但它可不仅仅是事关上海地区的人，它是全国各地的信息都有。因为警方后台的信息在全国各地是通联的，通联的。我在看那个信息里头，我就查到了我在北京居住的那个区的很多人的个人信息。我在北京住在大兴区，我就看到那个信息里头有大兴区宣仪路什么多少号啊。所以这个信息的泄露，它可不仅仅事关上海地区的人，是全国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国家啊，这个个人信息重要的个人信息泄露，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前几年啊，那有的酒店宾馆啊，把他们后台所有的住房登记信息泄露到网上，数据量当时也非常巨大，也有几个亿啊。结果这些数据泄露到网上之后，在社会上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很多家庭就此就破裂了。你想想，你一查你过去的这个媳妇儿也好，或者老公也好，过去跟别人开房的信息，你一查都查到了，那你想想这日子怎么过呀？所以你想想，这些隐私被披露到社会上，对社会上也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啊。但这次泄露的是警方，按说警方的数据库应该比其他人的信息库要安全得多。咱现在不知道啊，这些数据是保存在阿里云上，还是警方自己的这个云盘上被黑了，这不清楚啊。但是警方的信息被黑啊，这就说明任何信息数据库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不安全，都有泄露的可能。那更进一步，我想说啊，之所以有这么多数据频繁的被泄露，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信息泄露的罚则太轻。你想呢，前几年，当时那酒店把这些信息泄露了之后，最后受到什么处理了？好像也没有承担太严重的法律责任呢。就好比这次警方泄露了我们普通公民10亿个数据啊，你想想这些警方这些机构得承担什么样的法律代价，我们不清楚啊。事实上可能也承担不了什么法律代价，可能搞不好当事人罚酒3杯就过去了。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现在有关部门呢，在对我们普通公民信息采集过程中啊，采集的量太大了，范围太宽了，被采集的数据太多了。其实是不仅仅警方采集啊，现在所有的互联网信息互联网企业也跟着采集啊。最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后台上基本上全都是透明的。然后最终这些信息汇总到警方后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变成了透明人。就在前不久啊，纽约时报的视频部做了一部片子，专门讲中国政府啊对中国公民的信息过度采集的问题，讲得非常好，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我等一会儿把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片子的链接放在我们这个节目下面的评论里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啊。他那里头讲了一个数据，他说全世界啊一共有10亿个以上的摄像头，其中1半以上在中国。可以说摄像头在中国无处不在，这一点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一定有非常深的印象。这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叫天网工程，天网工程就是在全国各地装摄像头。最开始警察没钱的时候啊，各地的警察还跟那些摄像头公司来合营啊，就是说这个摄像头公司啊来出钱来建这些摄像头，建完之后如果罚款，比如说这汽车违章了，一拍下来罚款，警方跟他们分成。早期都是这么搞的天网工程。现在警方有钱了，不需要这么搞了。然后呢，在警方在全国各地遍布全国各地的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啊，那么这些摄像头就把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举一动都拍摄了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前几年在广州做一个节目，那时候我还中央电视台，我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当时是有一个人开着豪车，喝酒之后晚上半夜把前面的一个比亚迪给撞飞了，然后比亚迪的电池爆炸起火之后，那个车里的几个人就全都死了，然后后面这辆车就驾车就逃跑了。当时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很多人都非常愤怒，就认为这是一个富豪，因为那辆车大概值150万人民币，认为是一个富豪开车驾车逃逸。
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警方就把这辆车谁开的，从一开始开到撞上人，撞上人之后再逃跑逃逸，到哪个宾馆，到那个宾馆藏起来，上楼拿钥匙开门，整个过程全部摄像头全部调了过来。那这个摄像头基本上像是一个电视剧一样放在你面前，你自然就知道整个这事情的真相了，这个人也就跑不掉了。但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寒而栗呢。这个不寒而栗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人并不是有意被拍下来的，而是他喝完酒之后开着车正常上路过程中跟别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跑，这几乎所有的过程全部被摄像头拍了下来。你想想这摄像头的密度得有多高，这确实是如此啊。然后《纽约时报》那个片子里头还揭示了其他的一些显示，不仅仅是摄像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国政府还在采集我们公民的虹膜信息，他就讲到在中国的新疆有3000万人虹膜信息被采集，因为虹膜的信息跟我们的指纹一样，也是具有唯一性的。还有你比如说 DNA 信息， DNA 信息得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各种各样的途径在搜集。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手机的定位信息，他就讲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啊，警方就安插了一些 WiFi 的跟踪仪，这些跟踪仪在遍布城市的一定的密度之后啊，你的手机在什么位置，立刻就会被定位。那么警方的解释呢，就是说啊，其实他收集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我们不否认啊，从客观效果上来看，这些信息的确提高了破案率。比如说我们最近啊，在国内也有几起案子引起比较大的轰动的案子啊，都是通过这些手段来破获的。比如说那个宁夏那个连环杀手案，多年前的连环杀手案，他杀完女孩先奸再杀之后啊，他就消失了，然后过几年再出来做一次案，然后这个人多少年都没有发现，最近把他抓住了，就前2年把他抓到了。抓到的原因是他有一个亲戚犯罪了被提取 DNA 之后，跟当年的这个 DNA 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数据库里进行比对，发现非常相似。那警方就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亲戚里面一定就有一个人是当年的犯罪嫌疑人，顺藤摸瓜就找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有比如说前些年比较有名的那个北大弑母案，那个小孩把他母亲杀了，在福建杀完之后呢，把他母亲用一个塑料袋包起来，里面放上这个一些防腐剂，然后呢屋里还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就逃跑了。很多人都猜测他偷渡了，跑到国外去了，但其实他躲在重庆。那他后来怎么被抓到呢？就是他有一次他送他的朋友到机场，机场大厅呢有摄像头把他拍下来了，立刻就报警了。所以你看到了吗？现在这个摄像头啊，它其实技术很先进，先进到什么程度？它不仅仅能捕捉到你现在这个人，你比如说你是10年前、20年前这个容貌发生变化了，摄像头捕捉到之后，它也可以进行人脸识别，然后锁定到你。现在在国内研究这项技术比较先进的有2家公司，一家是百度，一家是腾讯。我有一次做节目，我跟他们的工程师在一起做节目，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普通人对其他人的人脸的识别的准确度一般在70%，就是我看一个人的脸记住再识别出来。但是他们现在这2家公司的人脸识别的准确度都高于98%，而且还在不断的进步，而且事隔多少年的那种照片合在一起，它也能识别出来。他们给我讲过一个案子啊，就是说有一个北方的这个杀人犯跑到南方去了，藏匿了20多年，然后就在南方的一个寺院里啊当了和尚，还当了主持。当了主持之后呢，他就有点大意了，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名人了嘛，宗教界的名人了嘛。有一天他就接受电视采访，接受完电视采访之后，被警方的这个所谓的视频锁定之后，一比对就是当年的杀人犯，于是把他抓了起来。所以我们说啊，现在这些信息的搜集，你说客观上是不是提高了破案率？这个一定是的。但是中国政府啊，对普通公民的这些信息搜集，可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社会的这个所谓的破案率啊，维持社会稳定啊，
更重要的目的，它是为了控制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隐私了，你想想，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的监控之下。我们每个人就像在黑夜中行走的人，但是警方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夜视仪，我们看不见他们，但是他们能够看得见我们。这就像有一种玻璃一样，这个玻璃的 A 面可以看见 B 面，但是 B 面看不见 A 面，我们就在这个 B 面里，而那警方就在 A 面里。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可以知道，这多可怕呀！这一方面是我们没有隐私可言了，对吧？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行为我们并不想被人知道，更不想被政府知道。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依据这些手段来收拾你啊。比如说薛蛮子，大家都知道，当年在北京嫖娼，其实政府是因为他嫖娼收拾他吗？肯定不是，是因为他在网上当所谓的意见领袖，对不对？天天早上起来，他看到那个微博之后，他转发一下，结果就引起很大的反响。政府早看他不顺眼了，但是呢，你说他那个行为依据法律怎么收拾他还不好弄。最后呢，发现他喜欢嫖娼，于是呢，就把他在嫖娼的过程中把他抓了起来。这样薛蛮子你没话说吧？你嫖娼吧，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你想想，政府要收拾这些所谓跟他作对的人，你的任何隐私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你想想，你再想跟政府博弈，你的这种胜算就微乎其微。这是其一。第二，不仅仅是个人呐，还有这个社会组织啊。你想，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如果成长起来，它也需要政府不能去控制它，不能去干预它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但是这个政府如果要是能够掌握到每个人的所谓的手机信息，你的所有的行踪信息，你们在一起开会的内容，你们准备去做什么，你想想，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中间能不受政府的约束和控制吗？所以啊，那么这些信息的控制之后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这个社会就好管理了。但是从一个公民社会的成长来说，这是灾难，这是天大的灾难。如果这种趋势一直进行下去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那1984中间的那个图景，一个老大哥干预控制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公安部有一个副部长，前不久被拿下了。什么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利用公安部监督普通公民电话的这个技术侦查手段呢，去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被发现之后一把拿下了。他拿下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也同时下去了，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当时就是公安部技侦局的局长，跟着他干的小兄弟。我想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你看到了吗？这些所谓的平时的监督我们那些人，他们自己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许真有一天，就当他们自己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隐私的重要性，我们不受政府干预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当这个社会中间摄像头无所不在，当我们每一个手机都可以定位我们的行踪，这个社会中间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不管是我们普通公民还是那些当权者。说两句有一点还没说透咱们返场再说两句。有些人可能会问那既然这个东西对打击犯罪有帮助那采集点公民的个人信息又怎么着了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可能并不在意他自己的信息被采集但我想说的是其实犯罪率单纯的不断的降低，对全社会来讲，其实未见得没有代价。各位知道什么地方犯罪率最低吗？其实就是监狱。监狱里的犯罪率最低，但是你愿意去住在监狱里面吗？你显然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讲也一样，如果我们单纯的追求犯罪率降低的话，可能也会丧失我们许多方面的自由。这些自由一旦丧失了的话，我们就相当于住在一个大的监狱里。所以
但降低犯罪率不是我们社会管理中间的唯一目标。我再举个例子啊，你知道这个社会中间，这个哪个地方没有黑社会吗？没有黑社会的国家就那么几个，北朝鲜。北朝鲜没有黑社会，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政府就是最大的黑社会。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间啊，基本上都有黑社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黄赌毒这些行业啊，它也需要秩序。政府呢又不会管理这些行业，因为它是非法的嘛，所以就滋生出了所谓的黑社会。这个黑社会在这个行业里收一些保护费啊，来完成这个行业的基本秩序的维护。在大多数国家都有黑社会。黑社会虽然不好，但它可能是我们法治的代价。如果我们要追求没有黑社会的国家，最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走向像朝鲜这样的国度。所以呢，这个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就在于，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某一个领域内这个目标呢，我们不满意，但是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最后，我要讲一下，尽管这个政府收集个人信息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降低这个社会的犯罪率，对提高破案率也有帮助，但是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高于我们犯罪率降低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好处。